今日是母亲的生辰吧？嘟嘟，你怎么来了？楚昭临时有差事，就先行走了，托我将这封信转交给你。桂花糖，难过的时候吃一颗，就不苦了。程里素说的。谢谢嘟嘟。嘟嘟，你是不是不喜欢吃桂花糖？可在咸昌馆的时候，你明明日日都带着。这些陈年旧事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听别人说的。确实如此。儿时母亲曾送给我一个荷包，里面装满了桂花糖。我日日将这荷包带着，母亲见此，便时常给我做桂花糖吃。其实长大之后，我已经不喜欢吃甜食了，但那桂花糖是母亲做的。母亲做的应该很好吃吧？是啊，很好吃。你若是不想笑，不必强颜欢笑。人活着，谁还没有脆弱的时候呢？真的很甜。嘟嘟，你从前还给别人送过桂花糖吗？确实送过，那是母亲留下的最后一颗糖。我也不是第一次收到别人送的糖。我把它送给玉华寺里一位轻生的盲眼姑娘。这是一颗桂花糖，是这世上剩的最后一颗。虽然它不能吃了，但它真的很甜。既然是最后一颗，为何还要送人？于我而言，那颗糖已代表着贪恋和奢求，不如将其送给他人，望他人走出迷障。今夜的月亮好看吗？明月如霜，好风如水，清景无限。
给嘟嘟，那我也送你一颗糖。吃了糖就不苦了。你拿我送给你的糖，再送给我。嘟嘟，你这话说的也太煞风景了吧？若是嘟嘟要去寄养，最好是改换身份。可昨晚嘟嘟说并未找到合适的身份，但去寄养的时间也不能再耽搁了。嘟嘟，我知道柴安喜在寄养，我们是非去不可的。不如这样，我先去寄养，给嘟嘟当先锋，嘟嘟可以找到合适的身份之后再动身。身份已经找到了。找到了。就用那个吧。可是去哪里找？你安排便是，我自有人选。是。飞奴大哥看着一脸为难。嘟嘟，你莫不是要用什么不光彩的身份吧？你喜欢我吗？不喜欢。如此便好。好。好什么？此次前往寄养，我打算假扮王女麾下的忠臣崔月之的侄子乔焕清。乔焕清幼时走失，被一好心的富商收养。崔月之最近查到了他的下落，所以写信邀请他回寄养团聚。不过，这乔焕清前不久刚刚新婚，所以我扮乔夫人。乔焕清的新婚夫人名叫温玉燕，是远近闻名的才女。乔焕清对她宠爱有加，时常向别人炫耀，所以这一次回寄养，他必定会带着他夫人。做戏自然是要做全了。哎，这是嘟嘟，你看啊，我和才女似乎沾不上边吧？要不我还是先去寄养，给嘟嘟当先锋。当先锋的事情，飞奴会安排人去做。你现在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成为才女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琴棋书画，你总该都略知一二。先挑你拿得出手的，演练一下。好了，这就是你拿得出手的。永字八法最能体现基本功。若不是怕你凭自己认出我这个昔日同窗，我至于藏拙吗？
嘟嘟，我已经很努力了。唉，要不我画地图吧？这个我在行，肯定没有人能比得过我。你要扮的是乔夫人，不是乔将军。这些乐器，可有你擅长的？或是会的？会的不在其中。一窍不通。那就专攻琴技吧，好歹学一首曲子，遮掩过去。你教我吗？你如此紧张，我会误认为你喜欢我。嘟嘟样貌俊朗，有这般自信不奇怪。但是嘟嘟，你不要误会啊，我这是怕我弹的太差，在众人面前丢脸嘛。那还不抓紧练琴？手不要太用力，自然垂下，顺势而为。嘟嘟，有没有进步啊？
姿势已然像模像样。那弹的呢？弹的很响。没错呀，怎么弹出来的声音和嘟嘟差这么多？小嘟嘟竟然让你男扮女装，还不顾及你的伤势，让你没日没夜的在这练琴，真是太欺负人了。宋姑娘，我的伤早就好了，不碍事儿。何大哥，你就别替小嘟嘟找补了，你身上的血气味是骗不过我这个大夫的鼻子的。那是我特意为你熬的药膳，一会儿呢，我再帮你把脉。程李素这个庸医不靠谱，他竟然说你已经康复了。把脉就不用了，程公子医术甚好，没事的，肯定不会诊断错误。何大哥，我的医术也不差的，你这是讳疾忌医。我现在就帮你把脉。我就不，我帮你把。不用了，宋姑娘，没事儿，真的不用了，真没事，真的不用，没事儿，真的，我。宋姑娘，这个你听我解释，我这是宋。怀瑾，放心，我可是花了大价钱请了一个妆娘，定然会把何妹妹打扮得艳压群芳。多此一举。哎，你这……哎，她这是怎么了？宋姑娘她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你过来，你们进去等着。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！宋姑娘，我虽不是有意要隐瞒自己女子的身份，但也确实是欺骗了你。你若是生气，就对我发火，你也可以打我，我绝对不会还手的。你这人怎么还自己找打找骂？毕竟，是我有错在先嘛。你以为我是说你欺瞒我太过分了吗？难道不是吗？当然不是啦，我明白你的难处，女子投军十分不易，你谨慎一些也是应该的。我只是气你那么不信任我，不早点把真相告诉我。你要是早点告诉我的话，我就可以更早的照料你的伤势了。他虽然是妇科圣手，但我也比他厉害许多。还有啊，你身上的血气是因为鬼水来了吧？那你昨天还敢碰凉水？虽然你习惯了扮作男子，但也应该重视自己女子的身份，这是对自己负责。宋姑娘，谢谢你啊。我知道你天性纯良，并非是不信任你，只是多年来藏着藏着，已成了刻入骨血的习惯，也就无从开口了。不过，总有一天，我要以女子的身份，光明正大地站在人前，告诉世人，我何晏，巾帼不让须眉，定会成为一代名将。没错，我也要向世人证明，
女子一样可以悬壶济世。凭什么指摘我们不务正业？如果能选择的话，谁会愿意被囚在后宅，被那些男人指手画脚？宋姑娘当真不是寻常女子。何姐姐才是有勇有谋。怎么还不过来啊？哎，怀姐，你说宋淘淘知道何燕是女子的身份后，会不会恼羞成怒，然后趁机下药投毒啊？不会。怎么不会啊？你没看见他刚才那么凶，都敢指使你啊？放心吧，小心啊。好。你俩没事吧？我俩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说是吧，何姐姐？是啊，我们能有什么事儿？你没事儿吧？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你花了大价钱请来的庄娘，可以不必来了。哎，我，你有意见啊？没。那就麻烦宋姑娘了。何燕她是女子。不错不错，哎，这才干什么？何姐姐旁边是你站的吗？何姐姐，我认识何妹妹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嘟嘟，嘟嘟，怎么样？我这身装扮能不能大杀四方？大杀四方，要不再给你配把剑？上车吧，以免被人撞见。对对对，嘟嘟离营的消息可不能被人发现。坐好了，你现在是大家闺秀温玉燕，不是军营里的何燕。何姐姐，你不必着急，这路上还有好几天呢。等到了济阳，你一定练习的有模有样。此行既然扮作别人，那就得演好了，不能露出马脚。我呢，就勉为其难的当个管家，你呢，一看就是个丫鬟。程礼素。哎，如今你与怀瑾既然扮作夫妻，那这称呼上可不能疏漏了。你得叫怀瑾一声夫君，当然怀瑾也得叫你一声夫人。要不你们先练练，熟悉熟悉啊。你这出的什么馊主意啊？怎么了？这不都是为了此行顺利吗？有什么好顾忌的？来，叫一声，试一下。
不必了。我相信你定能临场发挥好。唉，没劲，不好玩。见飞奴小哥啊？有旁的事要他接驾。哦，那要不咱们先去崔府安顿好了，办起事来也便利。是不是呀，夫君？不错。还没有柴安喜的下落吗？还没有，萧绝的人一直盯着咱们，行动起来有些不便。不过许相这次给足了人手，一进城，属下就安排他们暗中盯住各处城门。柴安喜此时定然还在城中。给足了人手，看来老师对柴安喜当真是在意得很。萧绝已经到了济阳，你去探探他的底细。他的身份在济阳多有桎梏，怕是用了瞒天过海之计。这次换我们来盯紧萧绝，以他对柴安喜的熟悉程度，定会先于我们找到人。我们大可坐收渔翁之利。是。带程管家和淘淘姑娘去后院放置行囊。焕清、玉燕，请随我来。老爷，他们来了。哦，叔叔。哦，来，你真是好福气啊！是啊，焕清真是一对璧人啊！对呀。是我们崔府的福气。瞧瞧这一表人才，瞧瞧焕清这眉眼，我们都羡慕你。这身板，是不是跟我有几分神似啊？可不是嘛！啊，一看就是我们崔家人。叔叔说的对，我也觉得和您有几分相似。毕竟是亲叔侄，血脉相连。二位，这位是玉燕。啊，叔叔，咱们玉燕呐，也是花容月貌，将来和焕清的孩子啊，指不定得有多近呢。没错，对不对啊？对呀。哎，对了，明日在府上，我安排一场宴席给你们俩接风，同时邀请几位同僚及他们的家眷，届时让你们认识认识。我虽然没有子女，但是我也要让他们看看我们崔家后继有人。多谢叔叔。老爷，这焕清跟玉燕啊，一路舟车劳顿，不若我先带他们去休息，咱们有的是时间话家常。好，好，走。这边，这个啊，是我们崔府最美的庭院，你看，有山有水的。这个呢，也是我们这个庭院里啊最好的一个房间。得知你们要来啊，我便找人全都给布置好了。我呢，还特意给你们安排了个惊喜。里边请。
你们小夫妻新婚燕尔，我特地找人按新房布置的，瞧瞧是否合意啊？多谢魏姨娘，我很是喜欢。夫君定然也是喜欢的。夫人喜欢，我就喜欢。哎呦，我这碍事儿的呀，就不打扰你们休息了。你们带来的程管家跟陶丫头，我也已经让人安置好了。好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惊喜。多多，你看，别看，不要看。为什么？别问。可是我想看。嗨，不就是避火图吗？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呢，知道多多你这般大惊小怪。哼，你还真是无所顾忌啊。这避火图画出来不就是给人看的吗？有什么可避讳的？只有那些伪君子才会假正经。自然，真君子受圣人教诲，是真正经。比如说，像多多您这般。是吗？你觉得真君子都像我一样？嘟嘟，哦，那个，哎呀，好好的图，我还没有仔细看就摔坏了，哎呦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要不找个工匠，帮你好好修一修？不用，算了，嘟嘟，这幅画画的其实不甚精妙。嘟嘟，我看过更好的，下次我找到了，咱们俩一起看。回来，可是打探到什么消息了吗？都督，属下在与仙道寄养的人碰了面，楚昭并未找到柴安喜，我们的人也没有发现柴安喜的下落。若是徐敬府授意的话，他怕是要杀人灭口，我们得在他之前找到柴安喜。柴安喜随父亲南征北战，左腿受过伤，虽说用好药医治，但还是留下了易风湿的毛病。济阳气候温湿，容易诱发旧伤。订起药铺。是。都督，我也去帮飞奴。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办好乔夫人吧，别明日宴会露了馅儿，让别人把咱们赶出了济阳。放心，定会滴水不漏的。
夫君，我听说别人家的恩爱夫妻，那夫君呢都会替夫人画眉，劳烦夫君也替我画一个吧。是夫君说不能露馅儿的，那咱们要做到滴水不漏哦。你真要替我画眉啊？怕了。怕？我怕什么呀？我是怕你画的不好。别动。怎么了？你的脸为何这般红啊？红？有吗？啊，可能是这济阳太热了，我一时还没适应过来。哦，是吗？当然是啊。我还以为我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走吧。不对啊，宴会不是下午才开始吗？你没有啊？相爷请。济阳，山水环绕，易守难攻，想速战速决，唯有从南城门强攻。多谢相爷将直通城内的密道告知我等。这密道虽荒废已久，但只要运用得当，对乌托也是大有助益。我和你们马宁波大人是老交情了，自然要助他一臂之力。相爷说的是，马宁部大人前几日还传信于我，他不便来大魏，让我代他向您致谢。还交代说，您若是有什么烦心事，乌托定当全力相帮。说起来啊，我这儿还真有一件事儿要劳烦一下你们。相爷言重了，您尽管吩咐。此人叫柴安喜，目前就在济阳，劳烦你们顺手将此人除掉。
说起来啊，我这儿还真有一件事儿，要劳烦一下你们。相爷言重了，您尽管吩咐。此人叫柴安喜，目前就在济阳，劳烦你们顺手将此人除掉。这绣罗坊啊，是济阳当地最大的成衣店，店里呢还有实心的首饰搭配。这店可是怀瑾让我找的，他说参加宴会的都是济阳的名门贵胄，所以啊，你们能否在济阳立住脚跟，就在此一举了。着装上一定要镇得住场面。哎，到了。人靠衣装，你得让怀瑾送你一件漂亮衣裳。程礼素，谢谢都督。走吧。哎，干嘛？我也想买衣服。人家小两口的事，你跟着掺和什么？他俩又不是真……哎，走走走，那边有药材铺，咱们去看看，对你著书立说有帮助。哎，我。啊，这位夫人可是要买衣服？咱们绣罗坊可是咱济阳最大的成衣店啊，夫人请。不好意思，我的手帕打扰到公子了。夫人若是喜欢这件，便买下来。哎呀，公子啊，您真是好眼力呀！如果您的夫人穿上这件藕色牡丹素玉裙，哎，那定然像画上的仙女似的。老板，这件衣服我家小姐要了。哟，严大小姐怠慢了，还请见谅啊。夫人，您看这，您再另选一件吧。老板，这一件我家小姐也要了。老板，这里边也是衣服吗？哦，是夫人，里边都是本店的珍品，更有本店的镇店之宝——娇绡流仙衣。好，夫君，那你先坐一会儿，我去里面逛一逛。公子，小女御史大夫严陵之女严敏儿，敢问公子尊姓大名？夫人，这件天香绢玉裙的款式简单又大方，而且您看这颜色也很衬您的肤色。您穿着这件去赴宴的话，定然不会失礼，严小姐，而且必然会艳压群芳。好，就这件了。这件我家小姐也要了。这位姑娘，晴儿方才是有得罪你吗？没有啊，我不过是挑了件衣裳罢了。
是你想多了。既然如此，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。这件衣服我定了，若是姑娘喜欢，麻烦请老板再替你去寻一件便可。真是没见过世面，这绣罗坊的衣裳每样只有一件，本小姐就看中了这一件，你另选吧。那该不会一会儿我选什么，姑娘便要什么吧？这就要看本小姐的心情了。老板，这件还有这2件，这些我家小姐都要了。这，夫人，您看，老板不必担心，我方才便想说，这几件衣服都是我替这位姑娘选的。你故意的，你知道本小姐是谁吗？虽然不知，但想必姑娘的家世很是不错，不过家学却欠了不少。要知道，若是仗着基业洋洋得意，恐怕会坐吃山空。你发生何事？这位公子，我不过是与这位姑娘看中了同一件衣服罢了。若这位姑娘真心喜欢这件衣服，小女愿意割爱。只是这位姑娘却故意捉弄小女，着实令小女委屈。我问的是我夫人，我只信她说的。方才不是说有件镇店之宝，拿来与我夫人看看，我夫人自然是要穿最好的，才能与她相配。啊，几位随我来。公子啊，这件娇绡流仙衣，我敢说，在大魏也仅有这么一件。这个面料是从一位海商手中花重金买来的，不过那个背搭才是奥妙无穷啊！它在密窑中浸泡过，水火不侵。夫人穿上它，不仅好看，还能防身。您要是喜欢，可以让夫人试试。多少钱？哦，100两。小姐，咱们还是走吧。若是老爷知道您花100两买一件衣裳，定会重罚。不过是100两，若能博得夫人一笑，便值得。哎呀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姑娘，记得把账结了。老板这小本买卖可比不上你们家大业大的。给钱。谢谢小姐。老板，我可帮你拉了不少生意呢，你不得谢谢我吗？多谢夫人，多谢夫人。这是个好事儿啊！是啊。好。对对。是。那可不是。回来了。下次我带你一起去。那咱们可说好了。所以你就只身敏儿，你这身衣服是绣罗坊的新品吧？真好看。当然了，得是穿在敏儿你的身上，才显得不落俗套。这崔伯父的侄子侄媳架子可真大，都这个时辰了还不现身。听说他们是从梧州来的，小地方就是不懂规矩，怕是没见过这种场面。等一下，不知道要闹出什么笑话来。嗯。对。不错呀，这是独裁型的。好。这位就是我们老爷的侄子乔焕清，
和我们的侄媳妇温玉燕。来，快上座。来，这乔焕吉真是俊朗如玉，风度翩翩啊。他那夫人却甚是讨厌，他惹到你了，看我的，等一下我帮你收拾他。怎么了？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唉，祸水啊祸水！师兄，我今日来了，好，请。味道不错啊。来。夫君，我有一些想喝羹，帮我盛一碗吧。难怪叫你这样生气，果然是有些小手段。乔夫人，不错啊，试试口口。乔夫人也太娇弱了，既然事事都要乔公子照料。严姑娘还未出嫁，自然是不懂夫妻之间的情趣。还是说，严姑娘希望自己以后的夫君对自己爱答不理的？女子想要得夫君的敬重，应当有端庄的品行。你无非就是仗着有几分姿色，行祸水之事。乔公子可要谨慎些，万不得被一副皮囊迷惑。哼！来，请你。我行祸水之事，他难道是冲我来的？不是你？想必是夫人在绣罗坊一战成名，让大家对夫人刻骨铭心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说风凉话。他方才火气那么大，分明就是你最后那一字千金加足了火。我看他这样，一会儿定还要找我麻烦，那可不都是因为你呀？你不是胸有成竹吗？还怕麻烦？崔伯父，今日你与家人团聚是大喜的日子，阿秀不才，愿献上一曲以表祝贺。好啊，阿秀可是我们济阳城第一才女啊！大家今天是来着了，有耳福。来人呐，上琴。阿秀献丑了。麻烦要来了。听闻
乔夫人是梧州有名的才女，一手琴艺更是出神入化。今日既有缘在此，不知阿秀是否有幸能见识一番？哦，阿秀姑娘的琴艺当真是无双妙音啊！我就不在此班门弄斧啦。乔夫人，米儿也很想欣赏乔夫人的琴音。如果阿秀一个人面子不够的话，再加上我的呢？帮帮忙！你不是学过一手吗？哼，我还学过胸口碎大石呢。乔夫人究竟意下如何？长辈们可都等着呢。是啊。你到底帮不帮？不帮。夫君，夫君。好好说话。那你就是答应帮我了？侄媳妇儿是对这个弹琴没有兴致吗？不瞒诸位，我们成亲之初有过约定，内子琴技虽然高超，但只愿弹给我一人听。所以今日恐怕无法完成二位姑娘的心愿。可今日崔大人与公子相聚，这么多的人，破例一次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吧？我与夫人的约定不可撼动，若一定要听，我可以代劳。侄儿也会弹琴？略懂。我崔家世代行伍，还没有出过这种风雅之人。来人呐，把琴重新擦拭一遍。不必，我有琴。这不是我送的那把琴吗？小姐，你喜欢我吗？这世上确实很难见到比他更出色、更好看的人了。翩翩君彩啊！侄儿，你把我们都听呆了。原先王女说秀姑娘是济阳城第一，她要是听了你的琴声，那必将称赞有加呀。是啊。看来崔大人有意要将乔公子带进府，这样咱们便不能以普通商户看待他了。那又怎样？到底还是商户出来的，不知礼数，这才冲撞了你啊！你说的对，咱们得好好教导教导他们。献丑了。
事实上，我的琴技还不及夫人的1/10。果真？那知媳妇儿，你弹的这个琴得弹的有多好啊！夫君可太是宠我了，平日里对我千依百顺，连今日都这么向着我。我本来啊只觉得你长得好，现在这么看来，和我那死去的大哥确实有些相像，而且气质啊和我有些相似，不愧是我们崔家人呐。哎呀，你刚出生的时候啊，我还抱过你，后来你走丢了，大哥大嫂临死的时候都想着你，若是知道今日你生得如此出色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你看我啊，没事说这些不高兴的事情干嘛？对吧？侄儿侄媳妇儿，这次你们来的正好，再过几日就是立春，是我们济阳的水神节，你们一定要去好好热闹热闹，保准你们来了就不想走啊！立春？啊，对啊，有什么不同吗？哦，没有，只是我的生辰就是在立春，都后几天。真是太巧了，果真呐！看来侄媳妇和我们济阳颇有缘分，生辰正好遇上水神节。侄儿，届时一定要为侄媳妇好好庆生。好。老爷，于燕，有事一叙。好，那我先告辞。哎。那几位姑娘还没走，正在花园里等你呢。等我做什么？她们呀是济阳城的贵女，说实在想听到你的仙乐，所以呀诚心候之。既然都是济阳城的贵女，又如此诚心，我肯定要去会一会的。好，走。女子有幸远父母兄弟，你看，乔夫人来了。听说诸位贵女乔夫人特意在此等我，也不是，就是几个姐妹闲来无事，坐下来闲谈。乔夫人不会嫌我们叨扰吧？今日天气好，不如我们就在这里结识会友如何？一来是有趣，二来也想瞧瞧夫人的才情。这严敏儿不会还在因为那件衣服记恨我吧？我不想作诗，也不想下棋，更不想写字，当然也不想弹琴。夫人可是瞧不上我们？此言差矣，我有更有趣的事，不知诸位想不想听？听说何妹妹又被那几个贵女给缠住了，哎，你就不能走快一点？你就不怕何妹妹被那几个女人给生吞活剥了？别说是女人了，就算是10个男人，也不是她的对手。你懂什么？有时候鳄鱼比刀剑还伤人呢。哎，你没听见我说话啊？走快一点啊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知道各位都很关心我和我夫君之间的感情，没错，我们2人感情啊特别好。哎呀，我这个人啊脾气不好，动辄生气不理人。我夫君呢，只能耐着性子哄我，比如给我煮面，带我去买首饰、衣裳之类的。那日我夫君替我挑选衣物时，野妹妹不也在吗？所以啊，学习琴棋书画有什么难的？我生气的时候，我夫君便会将他所学的琴艺用来哄我开心。哎呀，你们窥见的不过就是冰山一角，没瞧见的多得去了。这样出类拔萃、佼佼不群的男子，却偏偏只独宠我一个人，眼里都容不下别人。你说我能怎么办啊？大意了，不该带你来的，走吧。来都来了，我倒要听听，他还能说什么离谱的疯话。所以说啊，这琴棋书画，自然是可以学的。不过学了呢，那也是为了让自己高兴，
若是讨男子欢心的话，不如学一些御夫之术。御夫之术？那你说说，什么是御夫之术？对呀，我与夫君当年是在花灯节见过一面，我并不认识他，可谁知他第2天便来提亲，非我不娶。我若是不嫁的话，他便要找棵树上吊自尽。哎呀，我想着那好歹也是一条人命，全当是做好事了吧。况且你们也听说过一句话吧，烈女怕缠郎。他如此的死缠烂打，我也只能嫁给他了呗。哎呀，我想了想，这御夫的诀窍不过就是一件事。一件什么事啊？你喜欢他，但也绝不能失去自我。这男女之间啊，大体得势均力敌。有些小事呢，自然有人占上风，那也得有人占下风。这其实就跟打仗一样，你若是时时刻刻都把对方看得太重，这并非是一件好事啊。对自己好一点，那自然就会有人来爱你。比如说我就是啊，我从来不会讨好挽媚我的夫君，他却视我如珠如宝，这便是结果。虽然他说的话我不太明白，但感觉很厉害的样子。那你可得好好记住了，一个字都别漏。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身为女子，最重要的就是遵循3从4德，所谓出嫁从夫，你却在这里大放厥词，你不觉得羞愧吗？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应该平等相处，相互尊重，有什么可羞愧的？还是说，你们觉得自己天生就比男子低一等？女子本来就不该被束缚在规格之中，局限于宅院之内。天尽星辰大，我们应该有更广阔的天地。可我们不知该从何做起啊。行万里路，破万卷书。行万里路有些难的话，不如就从破万卷书开始。我们平时也读书的。哎呀，除了这些教你们当淑女、为人妇的书之外，还有许多其他的书，比如说男子读的那些书，我们也可以读啊。就比如说我就兼容并蓄，不拘一格。我还和我夫君一起看过图呢。什么图？什么图？壁虎。夫人。夫人在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同诸位喝茶聊天。诸位姐妹们，我先告辞了。我从未见过如此粗鄙之人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哎呀，正襟危坐了一整日，扮女子也太不容易了吧，比在演武场日训1天都要累得多。扮女子，看来你真不把自己当女人啊！你是不把自己的清誉当回事，还是不把我的清誉当回事？对不起啊，都督。可是我实在想不明白，这晋阳城分明是由王女执掌，可为何此地的女子却还是拘泥于德颜容宫那一套？但转念一想，千百年来，女子都被桎梏在后宅之中，一朝一夕，怎能改变行为观念呢？又怎能苛责她们呢？都督是没心胸。倒霉的却是我，唉。都督，
你刚刚在宴会上是没有吃饱吗？也不知是谁，在宴会上因为灵秀而坐立难安，饭都没吃几口。所以这些都是给我准备的。谢谢嘟嘟，你心肠真好，你是这全天底下最好的人。走走走，一起吃。快吃吧，听着恶心。你的生辰当真是立春后，我分明记得征兵册上写的是夏日。我那就是随口一说，万一崔大人真要送我生辰礼物，那我不是可以趁此好好赚一笔啊？骗子！何事？都督，柴安喜有下落了。你现下是女子装扮，带上你容易令人生疑。行，那你们去吧。快去啊！等我反悔了，你们可甩不掉我。有没有见过一个40多岁、瘸了左腿的男人来咱店里拿药？没见过。这个人对我们非常重要，他当过兵，打过仗。如果你看见了，或者下次发现，通知我，必有重谢。都督，这崔维阁是间珠宝铺子，1个时辰前突然起了场大火，掌柜的连同伙计都逃出升天，只有新来的账房先生因腿脚不好，不幸遇难。尸骨呢？在里面，要去看看吗？我如果没猜错的话，那尸骨应该面目全非了吧？确实如此。那尸骨断然不是柴安喜。都督，您的意思是，这火8成是他自己放的，尸体也是假的？也是。如果我是柴安喜，外面有追兵四处搜寻，与其坐以待毙，还不如装死，没准能获得一线生机。大火过后，激昂的坚守也更加严密，进出不易。柴安喜的身上有伤，他应该躲在城中某处。那我即刻安排人手，尽快找到他。是要抓紧。楚昭对柴安喜也是虎视眈眈，我们要先发制人。有人先我们一步，那我们还进去吗？不必了。你方才不是已经探听的差不多了吗？那个街坊只告诉我，有个人被烧死了。哪有这么巧的事？柴安喜谨慎狡猾，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罢了。走吧，要是被萧绝看见了，可就不好了。公子小心！
去了？公子没事吧？没事。这厮古怪得很，先是暗中跟踪，又突然发难，又匆忙跑了。他究竟为何而来？用骨骼磨制武器，乃是乌托人的习惯。此人是乌托人，可乌托人为什么会对柴安喜动手？又为什么会对我手下留情？不管怎么样，继续盯紧萧绝的人，等时机到了，先下手为强。